好，我是小马。那很多养马人都知道，爱马仕一直努力想实现全球联网，想让所有的消费者在全球的购买记录都串联在一起，方便各个门店随时查询。那这其实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那这个事儿呢，好几年来一直都在说，却一直都没被真实的落实。但是呢，就在近2年，不少来自马圈的消息表明，爱马仕离实现全球联网的目标在慢慢的靠近。那这一期呢，小马就用我所了解到的信息，跟大家聊一聊爱马仕全球联网这件事儿，为什么一直没有实现？那目前呢，爱马仕已经做到了哪一步？以及最后我们还会聊一聊养马人最关心的几个问题。那首先呢，小马说一说我认为的爱马仕全球联网这么多年都还没实现的原因。那有些思考周密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因为技术上比较难实现，或者是不是跟各国的法律法规有关？那毕竟呢，涉及到消费者信息跨国传送的问题。那我们呢可以看到 LVMH 集团旗下的品牌的账户基本是全球通用的，而 Chanel 呢也大约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刚刚将全球账户进行了一个合并，所以呢爱马仕肯定不是不能实现，那只不过呢它比其他品牌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那因为呢第一点，爱马仕在还没有实现全球联网之前就早已先限购了多年，那所以呢很多顾客为了能多拿到配额包，那就在全球各地开设了多个不同的账户。那如果大家呢都是用自己的统一的真实信息，那还比较容易追踪，但事实上呢很多人都会用家人呀或者是朋友的身份去开一个小号。那除了名字之外呢，每个账号留下的地址、邮箱和电话也都可能会不一样，那更别提每个国家爱马仕门店要求留的信息维度也不一样，那有的是要身份证，那有的是要护照。那信息这么混乱，那合并账户的时候呢，要靠系统去自动匹配之外，还得经过大量的人工的核查。而 Chanel 呢之前并没有很严格的限购，所以呢不存在那么多的分身账户，那合并起来呢就会相对容易得多。那第二点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全球联网意味着消费记录也要联网，那积分呢也会被打通，而这对于消费者和各个门店来说是不是有一点尴尬？那毕竟就算联网了，那每家爱马仕店的业绩依然还是分开的。那这种情况下呢， SA 肯定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客人在其他店去配货，那也不喜欢自己的客人在其他店配货积累后又跑来本店来要包。那这个利益的矛盾呢就难以解决，也是需要顾客和门店去慢慢磨合适应的。那既然全球联网不容易实现，那为什么品牌还要做这件事儿呢？那因为全球的账户合并对于品牌来说最大的好处，除了能更好的管理及利用消费者数据之外，还可以更好的进行限购。那比如香奈儿原本只在个别城市有限购政策，但也并不是绝对的限购。那直到去年呢，他们将全球的账户合并之后，就传出了他们有最新的限购政策，那也就是呢，每人每年只能购买1只经典款的香奈儿包包。那而且呢，就算是小皮具，那每个款式呢，1年内也只能购买1次，那不能重复的购买同款。那对于最喜欢玩限额这一套的爱马仕来讲，那全球联网的好处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以前它的政策呢是每年一个账户只能拿2个配额包。那比如呢，你在日本，然后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拿到了2只 Birkin 或者是 Kelly， 那这1年剩下的日子呢，那你按理说就将不能拿到更多的配额包。那要在以前的话呢，你如果去另外一个国家小住，那就可以呢顺便开一个账户，那配货够了呢，就可以再拿2个配额包。那或者呢，可以在巴黎旅游的时候去旗舰店碰一碰运气，那里呢最有可能零配快速拿到包，而且他们呢不会查你之前在别的国家拿包的记录。而像这种额外拿配额包的好事儿，在实现全球联网之后，就将再也不可能发生了。那配额包的 Birkin、Kelly 甚至是康康，在市场上也会越来越稀缺，以及越来越抢手。那所以呢，这对于爱马仕来说，这是饥饿营销的升级操作。那现在爱马仕全球联网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那据了解，其实现在还在缓慢的、逐步的实现每个国家内的所有门店的联网。比如说欧洲的法国，然后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据说呢是可以查到顾客在本国的消费记录的。那甚至在法国，官网和门店的账户也是被合并了。而2022年的年末，那美国的爱马仕据说也逐渐在完成联网。那很多美国的养马人呢，也是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在不同州开设的账户被合并了，根本毫无预警。那所以呢，有些运气不好的朋友，可能刚在店里配了一堆配货准备拿包，那就被 SA 告知说，系统查到他今年的配额已经用完了，而且呢是在其他店被用掉的，所以呢不能再拿包了。那这个处境呢就非常的尴尬，因为呢货已经配好了就不能退款，那最多呢只能变成信用分，那作为呢下次在同一家店消费时使用。但可想而知呢，下次消费要等到第2年重新有配额的时候了。那相信不
不少朋友呢听到这里就会冒出几个疑惑的问题。那第一呢，爱马仕怎么知道这几个账户都是我的呢？那只能说不要以为你留的名字或者是地址电话不同就不会被匹配了。那据了解呢，除了基本信息之外，你用来支付的像信用卡的卡号，然后账单的地址、汇税记录等任何的蛛丝马迹都有可能会被拿来进行系统或者是人工对比。那只要信息显示是同一个人，甚至就算你们是一家人，只要你们用了同一张信用卡，然后用同一个地址，就会被看作是一个账户。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账户合并之后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全球拿2只配额包吗？这点呢目前还说不好，因为呢2022年圈内流出了一则消息，那说是爱马仕的账号合并之后，那每个账户呢就只能有1个配额包。那因为爱马仕原料供应不足，所以要控制产量。但是呢，现在有些遭遇了账号被合并的养马人在网上透露了自己 SA 的说法，那就是1年中的最初2个配额包还是正常配，那当累积超过一定数额，那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配额。那比如呢，消费金额超过了100万人民币了，那就可以拿到第3个配额包。那具体这个累计消费额是多少？那估计每家门店都是不一样的，有高也有低。但是说真的，就是原本不少 SA 也是会给自己的大客户争取第3只甚至第4只配额包的，所以呢，这在账号合并后并不算什么特别的好处。那当然了，刚刚所说的呢，只能算是传言，我们还得是期待谜底揭晓的那一天。那接下来第3个问题就是账户合并之后，积分也会各门店通用吗？那小马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即使实现了积分通用，门店一定也有选择不 over 你包包的权利。那更多的呢，还是要看你在本店的消费累积，那看你对本店 SA 的业绩贡献有多大。那所以呢，最终肯定还是回到了现在的情况，就还是认准一家店一个 SA 会比较容易好拿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那关于爱马仕全球联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什么消息呢？欢迎评论区跟大家一起讨论吧。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关注小马，我们下期见。